水逆的警钟在4月敲响了，但对仙女座来说呢，24年的4月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先放宽心。今年呢是仙女座比较公平的一年，大运在这儿摆着呢，所以就不用太慌。这个公平呢，它主要会体现在1分耕耘能够获得1分收获。付出呢，仙女座24年肯定是要努力付出的，因为冥王星到6宫了，但是这个付出能够获得一个考核的机会，然后在这种考核或者是公开评审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分量比较重的人或者是机构的认可，能够拿到荣誉啊、晋升啊、新的 offer 啊、奖章啊、奖学金啊等等的。当然呢，如果你没有把这份努力投入在职场，而投入在别的地方，那这个嘉奖就不会体现在工作，而会体现在别处。那对比3月呢，4月、5月一直到6月初是仙女座今年的考核月，会面临到一些考验啊、测试啊、公开评审的这样的一些状况。那这个水逆呢，对你们来说就会显得长了一些。6月9日以后，仙女座才会感觉重新的一种放松啊，感觉这个期间度过去了。近期呢都是比较需要忍耐啊、自律啊和坚持的。事业、读书、生活方面呢，仙女座4月的水逆退散关键词在平常心这3个字，因为火星和水星的位置呢，会使得其他人对仙女座的生活在这个时候产生某种干预或者是某种限制，你们一定会被激怒啦，或者追责，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连带责任、受牵连，或者说一些人事的变换对你们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可能是一些紧急的事态。在3月末的10天到4月这个水逆的周期，4月2日是水逆正式开始的时间，所以呢，合同啊，尤其是财务的、投资的、健康的、险类的一些约定，以及沟通、文字、交通、出行、身体等等水星相关的部分，仙女座都是需要注意的。那如果遇到一些纠纷呢，可以等到4月下旬20日到26日以后，再根据当时的事态发展去定新的计划去推进，因为那个时候会有变，仙女座可以借此去变通一些东西。你们4月遇到的情况容易是就是规则或者是之前定下的一些结果和计划，它已经摆在那边了，但是呢，它不一定利于你。那这个时候呢，不要去硬对抗。4月表面上一定要低调，或者是表现出来一个愿意和对方去协调、协商的态度，去看看能不能够在这个规则和结果之下，及时的做一些变通啊，打打关系啦，找漏洞啊，招招把柄啊等等的。可以说着温柔的话，做着最狠的事啊，水逆就退散了。仙女座今年因为有整个年运的大运支撑着，目前都是在9宫，9宫是可以突破瓶颈的位置，所以呢，你们有机会用你们聪明的脑袋，用计谋让事情转弯。这个时候不要太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个心眼了。同时呢，4月到5月也是止损月。刚说仙女座一些结果和成绩反馈，这个时候会拿到嘛？那如果真的跟自己的预期差的比较远，就不要执迷，这个时候要学会换口风。4月20日到30日之后，也会有跳出坑的一些机会，比如说跳槽，或者是站到另外一个队伍去。那这次呢，你们是不会从一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坑了，放心，你们会真的跳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可以一展抱负，也是可以获得比较多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当中有可能会需要花一些米，破一些财，才会比较顺的促成一些发展，比如说要请客吃饭、送东西，或者是拿财造势这种。那4月仙女座偏财运其实是不错的，所以刚刚说的破出去这些财，也是你们认为很有必要花的。比如说你确实这个时候需要贷款，需要人气，那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批下来，或者说比较容易去投流。也可能对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你觉得有必要给他花这笔款，又或者你知道你这个时候给他买，回头他也会给你买，就有一个礼尚往来，或者说用物质让双方的关系更亲密、更稳固，能够获得更大利益的这样的过程。刚说了4月仙女座容易有情绪嘛，那也是因为遇到的人往往容易是刺激到自己。仙女座这时候遇到人都不好对付，那你只要记得就是你不要动到情，不要动到怒，你就不会受到伤害，尽量躲避开对方针对性的一些话题啊，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各执一词，谁都捞不着好处，两败俱伤啊，这事儿可能就黄了。但这个时候对方这个人又很重要啊，就是如果你不接受这种重要人物，不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对方也会很不客气，因为你们4月的人际他走的就是一个我给你3分脸，你也要给我3分脸，你如果打我，我也要打回去，这样的一个运。哪怕平时再包容的人啊，这个时候水逆啊，他也会比较刚。所以呢，除非你真的下定决心要把这个事情闹大，你不要那个利益了，你不要那个赔偿，你也不要那个退路了啊，要不然的话，可能仙女座就要忍一忍，因为撕破脸是一定会伤到仙女座的财的。4月仙女座的财运是跟人际密不可分的，因财失和，比如说薪资没谈拢啊，礼没有送到位啊，分利不均啊等等啊，它就会导致一些损失。同时呢，你们也会因和生财，跟谁表面弄得体面一点啊，对仙女座的荷包一定会有好处。所以你们要学会公关啊，比如说可以帮你拉到大客户，业绩的增长，拿到更多的
礼金、拿到结算款等等，所以就是4月是一个人际的重点月份。爱情、社交、家庭方面呢，仙女座4月有一点患得患失，要注意这个点。那水逆退散的关键在抽离，有伴侣呢，很容易因为一个小的一个点啊，联想到很多可能过去的事情，就揪住不放，没完没了。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让自己迅速离开，因为如果我们拿着放大镜的话，就会觉得我自己手上都是细菌。但如果你用肉眼看，像我还是散光的，就什么菌都看不到，不觉得自己的手脏。强迫的一些症状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啊。过于浓烈的感情，它不是爱，是一种我执。他要是每天都围着你转的话，他未必是真的爱你。所以不要去相信这种影视作品啊，去追求很戏剧化的这样一种感情，那会让你感觉有的时候好像很过不下去，要走到一种极端。其实心大一点，眼睛盯向一些别的地方，自己的感情会更加稳定的。4月下旬仙女座会平和很多，有一些事情会想开啊。那单身的也要抽离，就不要上头，这个时候就能够比较容易抓住挺有吸引力的对象。今年仙女座是有正缘运的，5月下旬到6月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可以去抓一抓啊。那美容调整的话，4月水逆不建议做。那要祝仙女座4月人为本，和为贵，和生财，变生通，好运啦！我是爱大范老师，用星座和心理学一起指导自身生活，拜拜。